有小伙伴知道2月27日是什么日子吗？这一天是国际北极熊日，应该没有什么人知道吧？确实足够冷门的。之前经常看到新闻里面说，全球变暖可能会导致北极熊在本世纪结束前彻底灭绝。而且就在前几年，北极圈的气温竟然直逼38摄氏度，也难怪越来越多的北极熊开始向南迁移，与人类打交道。这恶劣的生活环境，换作是个人也得背井离乡。要不然，为啥那么多科幻电影都在说地球某一天枯竭了，住不了了？于是人类就开始寻找新的星球。其实北极熊也一样。生态的破坏让他们没有了食物的来源。如果哪一天他们要是吃了一个人的话，一点都不要觉得奇怪，因为与棕熊相比，这个大块头 98.5% 的食物来源都是肉类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哪一天偶遇了北极熊，特别是还没有吃饭的那一种，你该祈祷它是吃了你部分身体呢，还是吃了你的全部呢？马特·戴尔是来自美国缅因州的一名律师，他热爱徒步。2013年的夏天，马特与7名伙伴前往位于加拿大东北部的托恩盖特山国家公园。那里是野生动物的自然保护区，不仅能看到壮丽的冰山景色，还可以看到北极熊在海岸边徘徊的新奇画面。然而，就在7月24日这一天，马特的命运似乎被一头北极熊而彻底改写了。事发当天，马特和团队在探索了海边的一座山后，停留在溪流边休息。突然间，他抬头发现不远处竟然有一只北极熊，正直勾勾地盯着他们。据估算，这头北极熊与人之间的距离不到150米。托恩盖特山国家公园是北极熊之乡，向导也曾经警告过他们，一定要小心在野外遇到北极熊。虽然他们对此早有心理准备，但这头北极熊离得这么近，这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。为了吓退北极熊，他们一行人开始大吼大叫，但对方压根就没反应。后来，向导向北极熊的方向发射了一枚照明弹，效果似乎还可以，北极熊暂时选择离开。接下来，马特和团队便穿过溪流进入营地。这个时候，马特留意到北极熊又回到了刚才那个地方，一动也不动。在营地里面，向导在帐篷周围安装了带电的围栏，马特也小心翼翼地检查一遍所有的安全装置，以此来阻止北极熊的侵袭。其实马特心里还是很担心的，电围栏看着弱不禁风，真的能够挡住那个庞然大物吗？待一切准备就绪后，马特和同伴就爬进了帐篷休息。一开始马特根本就睡不着，他想知道外面那只北极熊到底走了没有，但又不敢频繁露面。于是在睡了几个小时后，他趁着出去上厕所特意看了一眼，北极熊已经不在了。马特这才如释重负。然而到了凌晨2点30分，帐篷外面出现了奇怪的动静。马特一睁眼就发现了帐篷顶部有一团巨大的黑影，他大声尖叫了起来，因为那很明显就是北极熊。紧接着，北极熊隔着帐篷布试图抓住他。面对这么大一只动物，马特毫无反击的能力，他只能双手捂着脑袋。殊不知，下一秒，北极熊一口就咬住了他的脑袋，猛地将他甩到了帐篷的另一侧。此时的马特有气无力，他现在就是一头猎物，被北极熊拖着离开了营地。据马特回忆，他当时很绝望，因为北极熊已经开始吃他了，他甚至都能听到自己的骨头被咬裂的声音，而且还能明显的闻到北极熊嘴巴里面呼出的死鱼臭味，感觉自己下一秒就要被吃干净了。就在他心灰意冷之时，眼前突然出现了一道亮光，这是向导发射的一枚照明弹。北极熊被吓到后，立刻扔下马特，跑到了50米开外。可此时的马特已经精疲力尽，没有办法趁机逃跑。与此同时，同伴们在岩石附近冲着北极熊大喊，试图吓退他，但他并不理会，又一点一点的试图靠近马特。紧接着，向导又发射了一枚照明弹，北极熊这才跑远。由于电围栏已经被北极熊踩了个稀巴烂，同伴们只好轮流在帐篷外面站岗，防止北极熊再次发动攻击。好在团队里有一名同伴是医生，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，他竭尽所能，不仅为马特处理了多处咬伤，还固定了骨折的部位。在接到紧急求助的电话后，公园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立刻派出了一架直升机，把马特转移到了附近的医院进行救治。在这次的北极熊袭击中，马特身受重伤，他被咬断了下巴和2根椎骨，头骨和脖子上还留下了好几个咬痕，另外喉咙也被咬破，因此他有好几个星期都没有办法说话，依靠颈托支撑着脑袋。医生推测，马特至少需要半年才能痊愈，而且以后他说话或者四肢行动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能活着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。马特在北极熊袭击当中幸存下来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。在采访当中，马特直言，在袭击中他并没有多加反抗，一方面是知道自己压根就打不过，二是避免北极熊袭击的更加猛烈。所以当人类遇到北极熊时，装死或许能有一线生机，但注意，也只是有可能罢了。不过相比于人类如何在北极熊面前逃过一劫，我更关心的是，为什么当时那头北极熊被驱赶过后，依旧没有放过马特一行人呢？是因为他实在太饿，由于找不到食物，所以只能把狩猎范围扩张到北极圈以外的地方了吗？
北极熊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陆地食肉动物，虽然它外表呆萌，但战斗力十分凶猛。它是现存最大的熊类，在陆地上几乎没有几个动物是它的对手。北极熊最爱的栖息地就是北冰洋的浮冰和岛屿上面。别看它们身材笨重，但极其擅长游泳，在冰面上行走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公里。捕猎的时候也是相当的灵活。每年3到5月份就是北极熊的活跃期，剩下就是北极的严冬。由于太过于寒冷，猎物变少，北极熊就很难觅到食，所以它们必须在活跃期尽可能的多觅食，储存好一整年的热量需求。话说北极熊可是北极食物链的顶端，但这位霸主的狩猎清单还是比较单一的，最主要的猎物就是海豹。因此，它们大多数时间都会趴在海冰上面，寻找海豹的呼吸口。等它们浮出水面的一瞬间，北极熊就会迅速的扑过去，饱餐一顿。可能有小伙伴会问，难道除了海豹，北极熊就不吃别的动物了吗？当然不是，除了海豹之外，北极熊也会捕捉像海象、白鲸、海鸟、鱼类、北极鹅等动物。但说句实话，这些无非就是打打牙祭罢了。因为北极熊捕猎的最终目的就是储存脂肪，而海豹体内的脂肪含量大约在30%到40%左右。在北极界算是妥妥的胖子了，所以北极熊会钟情于捕猎海豹，其他动物是无法真正填补它身体的热量空缺的。在简单了解北极熊的习性后，想必大家都一目了然，为何如此强大的生物也会走向灭绝，还不是因为气候的变化。如今全球变暖日益严重，海冰融化的速度加快，没有了海冰，海豹出现的概率就会越来越低，而北极熊更是抓不到海豹了。与此同时，它们的狩猎期一再缩短，在缺少食物后，储存的能量就会不够，就无法撑过漫长的休眠期，身体也会变得虚弱，繁殖率和存活率也会直线下降。不过这些都是后话，眼前最重要的就是北极熊只能在气候变化的夹缝当中生存。为了捕食，它们甚至开始陆续离开北极，来寻找更多的猎物。毕竟在北极熊的眼里，人类也只不过是另外一种肉罢了。在2019年2月，俄罗斯西北部的辛地岛上演了一场人熊抢地盘大战，人类的居民区迎来了52只北极熊，当地被迫进入紧急状态。辛地岛是位于俄罗斯北冰洋沿岸的岛屿，那里曾经是苏联用来进行核试验的地方，而现如今52头北极熊围攻了这个偏远小镇，它们四处游荡，以垃圾为食，还试图进入居民区与写字楼追赶居民。这搞得当地居民非常的害怕，根本就不敢正常出门上学工作。另外，像学校周围也全方位安装了围栏，军事人员不得不每天依靠特种车辆接送上下班。然而，即使街上时不时有巡逻车、警犬出动，都没有威胁到他们。由于俄罗斯法律是禁止猎杀北极熊的，所以人类似乎对他们无计可施。很快，一个专家小组被派往辛地岛。据专家介绍，除了捕杀之外，吓唬北极熊的最佳方法就是发出噪音和强光，就比如信号弹、照明弹等等，还可以利用摩托车的马达声驱赶它们。然而，最重要的是，这次抢地盘大战也让人们开始反思，北极熊如此反常的行为，归根到底是因为什么呢？如果咱们换位思考一下，你是北极熊，在失去栖息地后，整天饥肠辘辘，曾经的舒适区已经把你逼上了绝路。之前你只需要趴在海边上猎杀海豹就能安心过冬，可谁想到海冰面积在逐年减少，意味着你不得不在陆地上待的时间更多了。难道你会坐以待毙，不去寻找新的食物来源吗？据统计，截止到2022年，地球上的北极熊数量仅剩25000只。如今北极熊的繁殖率和存活率又很低，所以这个数字恐怕只少不多。要知道，北极熊在自然界没有什么天敌，最大的生存威胁就是全球变暖。如果这一情况不加以控制，那么北极熊最快就会在2100年前灭绝。到那个时候，北极还哪有什么海冰，恐怕就只会剩下一片汪洋大海了。2017年12月，一头骨瘦如柴的北极熊成为了全世界的焦点。这与我们想象当中的北极熊形象简直是天差地别了。虽说北极离我们太过遥远，野生北极熊更是一辈子都可能看不到的动物，但看到这样的变化，不免让人感到心疼。现如今，北极的生态系统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转变，那其他区域难道也能独善其身吗？我想，北极熊上岸袭击人类，只不过是连锁反应当中最小的一个环节。当海平面上升到一定的高度，全世界有多少沿海地区的城市都将沉入海底，谁又能保证自己能够全身而退呢？倘若有一天北极熊真的消失了，人类会不会担心下一个从地球上消失的就是我们自己呢？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全球变暖的负面影响已经原形毕露，那各位觉得我们还能够做点什么来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呢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任任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